小心点。爹地妈咪早。早。Elizabeth， 我炖了燕窝粥给你吃。谢谢妈咪。吃那么多好料，小心发胖。这是英家第一个男孙，我也希望孩子生出来健康聪明，所以啊，即使自己吃成大肥婆也无所谓啦。已经知道是个男孩吗？昨天医生替我做扫描，就算是男的。那就好。为了孩子，再大的牺牲都值得的。今天我想回公司看看。天宝，10点钟你约各部门的负责人来开会。好。天阳，到时候你跟大家报告一下名单工业园的进展。天阳，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什么？你的心到底回来了没有？妈咪，虽然我不在公司，可是我能不能发表一下意见？说。我觉得以他现在的情况，他根本不适合去接一个316千万的发展计划，因为他随时会把这笔钱给亏掉的。他比较适合去演戏，去当琼瑶电视剧里面男主角。以他现在丰富的感情，一定会一炮而红的。说过了没有？天阳，坐下，天阳。你妈咪是要在你会议上报告名单工业园的计划。不用了，这计划还是交给别人负责。天成说的对，这么大的投资不能够交给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手中。妈咪，我可是……你不用说了。天宝，从今天开始，名单工业园的计划就由你负责。妈咪，我可是花了很多时间策划整个工业园的发展，你不能够就这样。谁说我不能？谁敢说我不能？我已经决定了。大哥先帮你看着，以后会再交给你的。妈咪，天阳毕竟还年轻，一时想不透，再给他多一点时间。你们吃吧，我想出去走走。大哥，你应该要感谢我，终于让你得偿所愿。你在说什么？不是吗？3亿6千万啊！只要挤出1、2滴肥油，很快的就比Elizabeth更肥了。你就是爱胡说八道。我上去拿公事包。喂，你干什么？你不要这么紧张，我只想摸一下你肚子。你不要太过分了。你何必这么生气呢？我只想感觉一下孕妇的肚子罢了。更何况你的肚子又不是假的，怕什么？什么事？我们得提防这变态家伙啊！我们已经卖完喽。我是来看看的。你是？我是晶晶。来，你告诉我，谁是燕燕，谁是晶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上几个月我才抱过他们呢。她是燕燕，她是晶晶。什么？错了吗？爸，这是燕燕，那是晶晶。双胞胎总是男人一点的啊。以前我总是把你跟燕燕弄错。燕燕呢？三姐上班去了。你们长得像不像？不像。你要不要喝水？哎，不必了，不必了。大姐呢？我听天阳说这间店是你大姐开的。
大姐去银行了。你们还好吗？还好，大姐结婚了？还没有。二姐就结婚了，不过没有孩子。三姐在银行当经理。柔柔，时间过得真快，我真的对不起你们。我一直不知道你妈妈已经去世了。谁会相信你啊？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什么我？我跟你说，这20年来没有你，我们一样过得很好。所以，请你继续消失，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走，婉婉，婉婉，你让我跟大家见面好不好？没有人要见你，你走，你听到没有？婉婉，走！喂，干什么啊？干什么啊？我只要是跟他们谈谈了。谈就谈，干嘛动手动脚啊？这里不关你的事，你也走开了。婉婉，我看过你今天运程了。相叔说你有杀星上门，你说相叔有多准？喂，你这杀星你给我搞清楚啊！这里是卖什么的？是卖拿西罗玛的，不是卖豆腐的。想吃我女朋友豆腐？哼！你看我打不打你？你不要打我爸爸。晶晶，你是他们爸爸？当然喽，在血缘上，在遗传基因上，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啊。哦，原来是伯父。伯什么父？他不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不管什么基因、什么血缘，我们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晶晶，关门！婉婉，你听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关门！你走开了！大姐，伯父，我看你还是先到我的店里去休息啊。你要做什么？就算他跌死，也不关我们的事。大姐，你不要这样了。怎么说，他都是我们的爸爸。他是你爸爸吗？这20年来是谁养你们的？是谁把你们带大的？是他吗？那些年来啊，他只会跟着那个有钱女人逍遥快活。他有想过我们吗？他们天天吃鲍鱼鱼翅，有想到我们天天都在吃豆芽豆腐吗？这种人你还要叫他爸爸，你真的是没有用的你。我以后不叫就是了。大姐啊，那我结婚的时候要不要叫爸？叫他来？你说呢？这个问题你不用你的头脑想，你用你的屁股想就可以了吗？哦。哎呦，照你这么说，那整个家都是婉婉一个人担起来的。哎呀，这个女人太叫人敬佩了，难怪她的意志力这么坚强。我对她的爱又多了几分了。你跟婉婉是？我已经发过誓要娶她做老婆，那如无意外，她很快就会嫁给我做老婆的。这怎么说啊？哎呀，我算过命了，不管我们八字或运数都配合无间，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夫妻的。不，风水命理之说绝不可相信。哎呦，话可不是这么说，这世界上无奇不有嘛。那虽然我留过学，喝过洋水，可是命理风水之说，我是绝对相信的。哎，这太不科学了，无证无据的东西绝不能相信的。哼，你跟我讲科学？哈，这命运怎么解释？人的身体都是同样物质构成的吗？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那你为什么会跟你的女儿分离？啊，你为什么会20年后又会跟他们重逢？怎么解释？哈？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这个人呢，心也真狠，把他们一家6口丢下来，让他们自生自灭。哎呦，你这么做，你睡得着吗？哈，睡得着吗？我一直不知道他妈妈已经去世了。就算是这样，你也应该回来看看他们嘛。当时他们搬家了，就失去联络。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理由。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穷一生的努力，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最后连家庭都失去了。可是我的研究还是彻底的失败。我30、40年的努力，最后都白费了。我有孩子，
等于没孩子，我有家庭等于没有家庭。我是我，又不是我。我存在，又没有存在的价值。就算是一根草，也会绿化环境、清新空气。而我呢？我吸完有用的氧气，排出有害的二氧化碳。我有用吗？不，我根本就是一堆没有用的物质。就算一把刀，它也有它的价值。它可以来切菜、砍肉，也能杀人、自杀。而我呢，活着没有什么价值。No， 你很有价值。笛卡说过的嘛，我思故我在。你能思考，就表示你有存在的价值吗？那虽然你的价值现在我们还没发现，不过这种价值要慢慢发掘才有价值的嘛。你说对不对？对哦，对哦。杨先生，你这番话真的是发人深省。杨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谢谢你。好说，以后欢迎常来，我们再交流啊。好，谢谢你，再见。再见啊。哎呦，来，等会我帮你来。走开！哎呦，要说也不是说的这么大力。关你屁事了！走开！我是怕你的手出了不好看吗？关你屁事！小婉啊，我知道你很气你爸爸，我这个做外人的知道他这样对你，我都气，更何况你深受其害。不过话说回来，我跟未来岳父谈过了，就发现他这个人有点书呆气，人情世故一点都不通。所以说他这样对你，不代表他没良心吗？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我管你有理没理，还是满嘴歪理。你刚才说什么？谁是你未来岳父？你爸爸咯。做梦！每次人家说心里话，你都会。哦，你怕我打你啊？打是疼，骂是爱。我不怕你打，我是怕你手中的扫把吗？我原是怕被扫把打到，很衰是不是？哎呦，我们2个都是做生意的嘛，对这些很敏感的，怕生意给扫光光。这样你可以放心，你都说是心里话了，我哪里会不高兴？你说，还有什么心里话要告诉我的？真的？我已经帮你算过了，你最好在3年内结婚，而且一定要找个有皇帝命的男人来嫁。到时候你的婚姻会很美满，事业会飞黄腾达，而且有2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到时候是夫贤子孝，你的命啊是大好命哎。是吗？那我不是像皇后一样？你嫁给一个有皇帝命的男人，你当然是有皇后命啦。那你一定就是那个有皇帝命的男人呢？我3岁就算是我有皇帝命了，你知道吗？命是可以拿去称的，几斤重那些呢命特别好，那些几两不到的就是乞丐命喽。哇，什么皇帝命啊，乞丐命，说的好像真的一样啊。真的。这样你相不相信啊？我打到你没有命了！我就知道你有这一招。你再胡说八道，我就真的打你，打到皇帝命变乞丐命啊！小婉，你不可以否认我们之间有缘吗？不然我们也不会。kiss the sun， kiss 你的头吧，臭嘴巴！信不信由你啊！如果你3年内不嫁的话，你将会一个人孤零零的终老。小婉，不要再做白日梦了，那个医生就要结婚了，现在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我。师太姐，我告诉你啊，虽然诡计多端，但是你不要白费心机了。我莫文嘛早就打定主意了。我这一辈子一个人又怎么样啊？我会先在老人院定个位，然后预先去买好骨灰位。人嘛，结不结婚，有没有孩子，又怎么样呢？到头来还不是2脚一伸，有什么不同？我早就看破了。说看破的人表示他看不破。谢谢你给我信心，我不会放弃的。啊！
为什么妈妈要生那么多孩子？她不辛苦吗？你说我结婚后应该有几个孩子？我有时想生，有时又不想生。我怕我生出来的孩子会像我一样笨，那就糟了。阿明哥又不是很厉害，他跟我一样，小学都没毕业。哎，你自己一个人在叽里咕噜说什么？没有啊，大姐要走啦。是啊，走了走了，不要骂了。记得啊，以后结了婚不要这样子了，会吓死人的，知道吗？哦。走了走了。喂，肥婆，你还在啊？我看见你们的门关到秘密，我还以为你们收店了。是啊，我们是收了。你要饭是吗？明天再来吧。不是，我不是要来买饭的。我这里有点账，如果你方便的话，就替我结一结吧。什么账来的？我最近很少做天祥的事了，就算有，我是马上给钱的嘞。水电费15块，厕纸3块6，住宿费、电话费，这是什么来的？什么来的？你不知道你妹妹燕燕住在我们家里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已经1个星期啦，这些费用都是她住进来之后增加的，我可没有多加1毛钱啊。而且我们天祥把他的房间让给燕燕住，我1个月才收她120块钱，已经是很便宜啦。别人1个房间啊，每个月都要收200块呢。气死我了！晶晶，打电话给燕燕。哦。掉了多少？我的天哪 ！OK， 拜拜。怎么样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宝华能源被瑞士银行起诉的消息一传开，股价马上就下跌了，到现在已经跌了9毛钱了。不到1天的时间，宝华能源的市值就减少了15亿美元。如果当初照我们计划进行，那我们不是已经赚了好几百万了？对啊，只要我们现在能把股票秘密地卖出一部分，然后再把投资失利算在公司的账上，这样我们一转手间。赛米，你好。哇，你的老板的脸好黑哦。他根本就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这次损失可大了。这就是他不重视我的价值。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们又没有得到那100万。哎，说真的，要怎么样才能进行你的计划？我需要知道Sammy的电脑密码。说了等于白说。哎，喂，什么事啊？你叫大姐不要理这个女人，她神经有问题的。Sammy，等一下。CEO 说有一封很重要的信要马上交给你啊。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吧。连总裁的秘书都把你跟Sammy搞混淆了，这证明你确实跟他太像。我比她年轻。你呀，也比她漂亮多了。那还用说？怎么办啊？将错就错，打开来看，然后我再悄悄地把它放回到Sammy的办公室里。万一被发现了，这可是我们的一线机会了。你希望100万、200万再从我们的身边溜走吗？
思啊？看来只有 Sammy 才知道。我还以为有宝呢。哎，哎，阿良，你来啦！你饿了吗？我把食物已经放进去煮了。我知道你一来就有东西吃了。来，吃虾。哎，够了够了。哎，没关系的，我跟你讲，这边是自助餐，随便你吃多少。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虾的，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不用跟他们客气的。我再去拿啊。哎，不用了。来，让！你乱挤乱挤干什么？怕没得吃啊你？奇怪了，你拿你的，我拿我的，你管我做什么？你是不是全是谁的呀？我说妖怪。我冇啦，冇喝。来7-11 come on one。No wonder 啊，说妖怪。喂，不要以为你叽叽喳喳讲英语我就听不懂啊！我也是付钱过来吃的。啊，你能拿我就不能拿。说我妖怪，你才是妖怪啊！加油八婆小杂包 ，stupid lady！ 哎呀！那些人啊，真可恶，老是看不起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人，好像自己怎么多优越一样，脑满肠肥，说话像放屁一样。喂，你怎么不吃啊？都是些冰冻虾，有什么好吃的？冰冻虾已经很不错了，以前在我们国内啊，一年难得吃一回虾。那你不要跟人家抢呀。不抢啊，就没有了。那以后啊，少来这种地方。为什么？这边很便宜的，一人不到10块钱，随便你吃。好热。你热，我去把电扇移过来啊。哎。喂，你想干嘛？电扇又不是你家的，你家那么大是做什么？凉一点了吗？那送给你。什么东西？打开来看吗？我很早就想给你了，可是啊，那时候你工作很忙，我后来又带团去了马来西亚。干嘛又送东西给我？我的生日不是早就过了吗？你生日是过了，可是难道就没有其他日子值得纪念吗？什么日子啊？你还记得我们是几月几号认识的吗？说实在的，我好像不大记得了。是7月的第1天，当年呐，我就18岁，记得在火车站，那时候我的钱被人家偷了，没有钱买火车票，你就把你的火车票给了我。哦，是那回事啊。那车票的票跟我还留着呢，是7月1号。哎，那时候啊，你又不认识我，为什么会帮我？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那你再多说一次嘛。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好像我们上辈子就认识了。我就是喜欢听你说这个话，不是正好吗？谢谢啊。不要再看了，快吃吧。这段新闻很重要。难道我去打个电话？妍，喂，妍，电话。我燕燕啊，我想到那张纸条的奥妙了。什么纸条？谈判不成，一定就是指收购立生银行的谈判破裂了，立生股票肯定会下跌。唉，我又没有买立生的股票，说难听一点，关我什么屁事？不，照我看，另有玄机。你还记得谈判不成后面那句话吗？对，就是人带努力。换一句话说，就是现阶段的谈判虽然不成，但是
并没有失败。你还不清楚这里面的意思吗？商场如战场，虚虚实实。表面上看，这次收购行动虽然失败了，其实还有转机，只是时机未到罢了。不过，立升股票这次收购行动势在必行，这次的股票肯定还会狂涨。如果我们趁立升股价往下跌，大量吸入，那等 DDB 一宣布正式收购，我们不是赚一大笔钱？以每股涨2块钱来说，你想能赚多少？哎，你有没有把握啊？上次我预测的宝华能源不是100%的准确吗？这次我们不能让钱再从手掌心溜走了。不要以为你叽叽喳喳讲 OK， 下次再谈吧。到底有没有常识啊？你不知道这风扇可以180度转的。就是转不到我那边啊，风就是没我们两人那里吹啊。风不往你们那边吹，原因根本就不在我嘛，也不在风扇，原因呢全在你们身上。要不是体积太大，就是你们的感觉系统有问题啊。我看呐，风扇放在你面前对着你们吹，也不一定有感觉。你们要吹就拿去吹咯。我看呐，风把你们吹向天上去。臭乌鸦！什么乌鸦？你说谁是乌鸦？算你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乌鸦，飞到我们这里来抢男人，当妓女，还敢呱呱叫，不要脸你！你骂我是妓女，你侮辱我的人格，你破坏我的名誉啊！我可以告你的。我先生可是大公司的高级职员呐，我们可是有身份的人呢。你先生是高级人员，我先生是 CEO 呢，谁怕谁啊？好啊，你前面说我是妓女，这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的。你不要走，我现在打电话报警。哦，你会报警，我们不会呀，我们新加坡人就会 complain 的。要输就输咯，我看你呀是非法移民的，你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你要 call police。OK。喂，警察局吗？我要投诉啊。各单位请注意，滨海城南小贩中心现在有人发生争执，请附近的警员前去调查。over。好，我们马上赶去现场。看我给人欺负，自己反而先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势单力薄。等一下警察一来，我只有一张口，英语又不行，哪里讲得过他们啊？以前给我骗那些男人，不知道会不会去报案呢？还是不要惹这个麻烦了。哎，不要走啊！警察就要来了。谁要走啊？我上厕所不可以啊？你分明就想溜嘛！哦，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不要跑啊！ Sir, we suspect this Chinese lady. Illegal immigrant. 警官啊，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欺负我啊！先说我是乌鸦，然后说我是妓女，最后污蔑我是非法移民。浩浩，你别激动，先让我看你的身份证。那。 警官呐，你看清楚啊！我现在啊可是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可不是他们说的非法移民。他们会说我骂你？他们说我霸占风扇呢，就用脏话来骂我，还不允许我去上厕所，妨碍我的人身自由。警官呐，我要问你一下，新加坡有没有一条法律允许一个人在公众场合说人家是乌鸦妓女，还说人家是非法移民呢？当然不允许啊。You don't listen to her. This woman very clever with her words. We never say anything, but she put words into our mouth. She also scold me 假 you. She even scold me 小杂包。喂，我不是任凭你们骂的。OK， 请你们都冷静的听我说。你们只是为了一点小事起火抢，犯不着把事情闹大，对吗？这小米的是不是水平？请你们来，不要看了，回去。 Uncle, Auntie, you shouldn't have called her a prostitute. She's a girl, you know.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call a girl a prostitute? I ask you, Uncle, if somebody were to call your wife a prostitute, how would you feel? Not so good, right? You cannot just open up your mouth and call anyone you see an illegal immigrant. This is very unfair for her, you know.
What if she decides to take you to court and sue you for defaming her name? Have you thought of the consequences? After all, she's from another country. She's only here to work. Don't you think we should make her feel more comfortable and show her a little bit of hospitality? Don't you want her to leave here thinking that we Singaporeans are number one? What I have to say, don't you agree with me? All right, I'm gonna go and talk to her and ask her not to pursue the matter. If she's willing to do so, can we just settle it here? Okay, lor. We also don't want to make things big also. It's she who wanted to call the police first. All right. 这位小姐，大家都是一时激动，言语冲突是难免的。他们骂你是错，不过你也骂了他们，大家握手言和好吗？大家各让一步。我不是什么得理不饶人的人，只要他们以后啊不要再瞧不起中国女人就行了。来握手吧。Okay, uncle, auntie, settle. You're here to eat, right? You reminded me. Thank you. Let's continue. 警官，处理得很好啊，是个好警察。哎，走吧，还有新的 case。再见。就走了。妍妍，你不要这样嘛！你都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你要搬到哪里去呢？不要管我啊！我睡在街边啊，都好过睡在你家里啊！真的是受不了你妈。我会讲他的啦。那如果你真的想搬的话，我帮你找屋子咯。等找到屋子才搬好不好？我现在住我家先啊。哎，婷香回来了。哎，你们要不要吃饭啊？妈。你为什么跑去找燕燕大姐，还要跟人家收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不是钱没？你一天都赚不到几十块啊！现在大家的荷包都缩水了，可是巴士起价、水电起价、地铁起价，连我的医药费都起啊！好，总之以后不要再去找那大姐好不好？我去问她，是不是真的跟你拍拖？她说不是。既然不是，干嘛要在我们这里白吃白住啊？妈。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的事了，好不好？啊？你去问他要不要吃晚餐，要吃的话跟他收伙食费。不吃，我也不吃了。妍妍啊，妍妍，晚上一起吃饭看电影好不好 ？OK， 我换件衣服啊。妈，你别老是一声不响站在我后面好不好？会吓死人的。吃饭看电影，你很多钱没？人家如果不是真的跟你拍拖，你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在他身上，给人家当菜头砍啊你！妈，知道了。你干什么？妈，这5块钱怎么用呢？怎么用？你吃你的，他吃他的，电影就别看了，回来看电视不是更好吗？妈，这啊。哦，来了。草湖店面来了。哎，这甘蔗水很甜的嘞，你喝，我帮你。那你呢？我刚才在家里吃了一点东西，现在暂时不饿，吃吧。来，我喂你。好吃吗？好吃。甘蔗水呢，我们一起喝。天祥啊，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哦。
你一向来对我那么好，所以我想给你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啊？赚钱的好机会啊！我银行里有一个朋友是个投资专家，他介绍有一只股票呢，保证可以赚钱的，机会难逢啊！你手头上有没有钱啊？借我用一用，我加倍还给你。可是我听人家说炒股票不需要拿现金的吗？可以control的吗？现在不是买1、2粒啊，没有现金，谁要冒这种风险啊？喂，你嫁得是那么多年，难道你一点储蓄都没有吗？有，当然有啦。那你有多少啊？我看你妈妈那么节俭，你们一定存了很多钱啊。不多啦，10万8万应该没有问题。那好啊，有多少就拿多少，现在银行利息多少，我就加1倍还给你们。怎么了？你怕我吃掉你们啊？我当然相信你，可是这……那可是什么？钱在我妈那里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一个大男人啊，钱还要你妈保管啊，真受不了。啊，你动都没有动到，不吃啦。我看到你这张没用的脸啊，我已经吃饱了。什么年代了，还要你妈控制？回去喝奶了。喂，我妈怕我乱花钱，帮我存起来做老婆本吗？难道你一点主见都没有吗？你那么大的人了，还给妈妈指指点点的，真是受不了啊！本来呢，想看在你对我好的份上，给你赚点钱，可是谁知道，算了。不要这样子嘛，我最多回去跟她拿咯。不要勉强啊！妈，这些都是我赚的钱，我现在又不是拿去乱花，只是拿去投资而已嘛。赚的钱最多再存回去。现在银行利息又那么低，你把钱放在银行，不等于就是便宜他们的吗？是谁叫你来要钱的啊？投资，我看你是头昏了。如果不是我帮你把钱守着，你的钱早就叫人家骗光了。妈，天主啊，请你保佑我的孩子，让他清醒吧，不要再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迷惑。死老太婆，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没用的男人呢。要死了！你是不是中了魔了你？妈，你放手啦！天主啊，我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妈，你放手啦！不放！不要吵啦！你疯了你，还不放手？你去哪里了？回办公室去。市场上有些变化，需要研究一下。那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那边。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跟他们争。是吗？你明知道那些人在歧视你，你还忍气吞声？这种歧视，并不因为你跟他们争吵一下就可以消失了。相反的，他们会更觉得我们这些中国人粗鲁、没有教养，就好像一只只黑黝黝的乌鸦一样，飞过来破坏他们花园城市的美誉。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让他们瞧不起。你怎么那么天真啊？你要让人瞧得起，不是你吵赢他们就可以了。你要比他们更出色，比他们更富有，比他们更出名，到时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围着你团团转了。就像咱们现在的上海，全世界的商人都捧着钱去那儿，为什么？因为那是中国最富有、最有人才的地方。你要赚中国人的钱，就得到那儿去，他很快就会超过纽约、东京。香港也只有跟他提鞋的份儿，一个小小的新加坡算得了什么？你只要到那里去看一看，谁还敢瞧不起咱们中国人？对那些目光如豆、坐井观天的新加坡人，你根本就应该不屑一顾，你还浪费唇舌的去跟他们争，你这简直就是幼稚。幼稚！
我可以接受你说我幼稚，可是我就是接受不了你在我做出幼稚事的时候离我而去。如果刚刚他们打我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不顾我而去？我不想回答你这一假设性的问题。不行，你要回答。如果刚刚我被他们打，或者被警察抓去，你是不是也是离我而去？你不觉得这些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吗？你不回答，我心里不舒服。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那干脆咱们各走各的。什么意思？分手。分手？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越走越远了吗？再这样下去，勉强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义了。Hello， 洋洋，小慧，对不起啊，这么迟了还打电话给你。你值完班了吗？我下班了，刚回家。现在在哪里啊？我在河畔。对不起啊，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晚再来打扰你。可是我真的很想找个人讲讲话。小慧，你怎么了？你的声音有点奇怪，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啊，我只是有点，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心里闷得慌就是了。在这个时候，我想大家都应该睡了吧。听到我的电话，一定都会觉得很烦，说不定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讲。我知道，只有你不会遗弃我。小慧，你在哪里等我？我马上过来。不用了，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洋洋，对不起，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想到来利用你。你真的很可怜，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没关系的，我马上出来。你要等我，你一定要等我。长长的路，长长地走着，走了多久已不记得。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想了很久，我已经累了。最初最近的转啊，不是说好的，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